Peter 说这是商场经理的一些年节报告单，还有一些需要报销的费用。让 Peter 进来。哦。哇，这么大手笔！刚说下面人给老板省钱，这就来个能花钱的。进。徐总，您找我啊？是不是报销单有什么问题啊？数据超过了正常行业标准的太多，之前也没有申请，我不能给你签字。您开玩笑的吧？迪欧是业界的老大，标准超出平常太多是很正常的。您别老拿蓝针的标准来衡量。再说我想提前申请的，但是您旷班2周在家，我找谁申请去？我都是为了公司好，我还好心自己垫了钱，您不会不给我报吧？这都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国金中心商场经理生日5000，大悦城经理结婚1万，恒隆过节费8000，还有这金虹桥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些全都是白条，连发票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给你报销？徐总，您真幽默。您说商场这些经理给他们红包以后，还让他们签个字、写个收条吗？您要是真不放心的话，有一个办法，您可以去跟那些经理一一核实一下。但是这样就让咱们公司脸丢大了。再看看，再看看。是，那再看看啊。他这单子肯定有问题。是有问题，闭着眼睛想都知道有问题。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动他这个人。我早就想砍了他了。好吧，那你干脆打一报告给人事部，让人事部看着办呗。我跟你说 ，Peter 跟珊姐他不一样，这个人特油滑。他今天能坐到这个位置这么多年了，肯定是不干净。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，不干净的人不光是他一个。你是说李楠有份儿？不光是李楠，我觉得于曼妮都有份儿。不会吧？什么不会啊？你想想，于曼妮现在还不是正儿八经女老板呢。既然这个生意不是她的，只能把这些钱揣进自己的腰包里，这才能安心啊。真要是这样，沈总真不该留他了，留来留去都留成祸害了。你以为老板不想把他开了？是不能开。加上现在法国这一状况，迪欧内部现在绝对不能乱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老板既然都忍了，你啊，忍忍吧。不能说。这么多钱，你要现金我可没有。老规矩，打卡上啊。好。真漂亮。Peter，哎，朱老师，你又怎么招着徐总啊？没招他呀。你没招他，他让我们财务部把各地区的公关费用报销明细汇总给他看。好，本来我们这个月就2个休产假的，人手不够用，又忙着做上半年的总账，这下可好，弄出这么一大摊事儿来，这工作量实在太大了。小李，今晚上加班？哦。真的假的？他要公关费的报销明细啊？是啊，我一猜，就你得罪他了，这不明显在查你的账。你说你吧，自己惹的事儿，给我们添那么多麻烦，你讨厌不讨厌你？哎呦，朱老师，我冤呐，我真冤呐！你说我哪儿得罪他了？自打他一来，你说我过这日子过的，天天走道儿都溜着边走，手机都调着静音，我躲着他，不招灾不惹祸。你看出了事儿，他还找我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贫了，这儿忙着呢。哎，我就跟你唠叨一句，你自己当心着点啊。行，谢谢你了，朱老师。一会儿我下楼给您买你最爱吃的蛋挞去啊。还算你有良心。等着啊。当心着点啊。那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觉得他的目的肯定是想借费用问题向我们发难，因为给客户的好处还有红包都是没有签收和票据的，这些事儿我们说不清楚。
而且这些事儿也不需要真凭实据，只要老板心里一犯嘀咕，我们就没法翻身了。想得真美，不过我才不怕。在这一方面，我跟沈总是心照不宣的，否则我也不会对你和李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谢谢于总。不过，我也不想白白挨他这一剑。这面真不错。哇，你们俩都吃开了。哎，于总，老楼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楼叔，对啊，前2天他来找我报销，除了平常的加油票、停车票，居然多了2张演唱会的票子，还有一个生日蛋糕的票。哎，我就奇怪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这是不是谁过生日的花销呀？”他支支吾吾的，什么都不肯说。平常我看这个老楼吧，不像搞这种花样的人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？楼叔孤家寡人的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哎，你刚刚说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想想，前几天演唱会上的票是上周3的。周3，那是1号啊。我记得好像是许诺的生日吧。老楼给许诺过生日，还一块儿看演唱会了。周老师，你太可爱了，怎么可能是老楼啊？肯定是楼叔给沈总买的票。沈总和许诺，你别听他们在那嚼舌根子啊！你又不是第1天来迪欧了，他们就爱玩这一套。所以说我的生日，让我这辈子都难忘的那个晚上，只是个局，是人情公关。哎呀，没有那么夸张。哎，但是也有一点儿，我前段时间也确实听到了一些不少的风言风语，我没跟你说。你说人事部做的这套事儿，这都是策划好的，人家是有目的的。你自己做营销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我不信。别信，我跟你说，你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，只不过你比人家工资拿得高一点而已。对老板而言，你就是员工，你有利用价值。你说他在利用我？除非他亲口承认。哎，徐总，楼叔，哎，沈总今天没来吗？哦，沈总早上来电话说他这2天不来公司了。楼叔，有件事情我要问你。请说。上周我过生日，演唱会的票和生日蛋糕是你帮我准备的吗？徐总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只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。这个我真的不能告诉你。我不信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不信你是在利用我。